你在职场上受人尊敬，为什么到了感情里面却只能当一个备选？这种局面到底应该如何去扭转？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 case， 我会给你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路，让你喜欢的女人变得尊重你、爱慕你，哪怕不要你的钱，也要追着跟你在一起的。毫不夸张啊，我们直接进入。这是一个年入600个 W 的创一代兄弟，他花了6位数呢，给女孩子买了一个包包啊，然后呢，这个女孩呢说这个包包是假货啊，就让这个兄弟非常的不爽啊，他就开始跟这个女生去硬刚，说不行就退回来呗。可能有的兄弟他不太理解这兄弟反应为什么这么大，对不对？因为对于他的这个量级和质感来说，这种假货这3个字非常具备侮辱性，就是对他性格来讲也是啊。当然了，我们也不确定这个女生是真的看错了，还是来试探兄弟的。不过这些都不重要。那后续呢，兄弟实在有点气不过，所以当天就找到了柜姐那边去开证明，然后把几张图给他甩过去了，然后包括发票什么的给他发过去了。那这个女生呢，也是非常认真的给兄弟道歉了。各位可以看一看这段截图，全程都是不停的发一些服软的表情包。那到这里为止啊，其实兄弟的做法都还算 OK 吧。目前看下来呢，其实这个兄弟呢是完全的大顺风局，对不对？甚至女生还主动买了机票，周末要去线下见兄弟，去请他吃饭那这个 case 呢，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就是在女生她线下找兄弟的那一天，这兄弟只是说错了一句话，而且是大多数男人都会挂在嘴边的那一句话，就导致了他在后续呢一直处在低位，要通过不断的讨好去维持他跟这个女生的这种就是暧昧感跟好感度。那具体的情况是什么样？就是这个女生她当时说，她说OK， 明天中午落地，我先约你吃个饭，刚好晚点我要去见个朋友。然后兄弟当时回的是什么兄弟说，你就留一个中午给我吗？你就这么没有诚意吗？兄弟们，你们会不会觉得这句话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啊？甚至还会觉得挺有张力的呀，也有一点点攻击性的呀。对，因为焦哥我是女生，可能视角跟你们还真不太一样我给你们分享一下军师焦哥的看法就比如说兄弟他这句你就留一个中午给我吗？你们女生会瞬间联想到什么？你的意思是你还想留我过夜吗？你是想要睡我吗？那你跟那些屌毛也没有什么区别你看这个就是男女思维的差异导致了你们经常会有一些这个细节误判，包括很多来找我点对点的兄弟5、6位数的这个协议真的是说签就签，但是就是搞不定一个初入社会的女生，根本问题其实就出在这里了。你们那些什么理所当然的那些动作或者是言语，都会在无形当中去灭杀你自身的雄性魅力，最后甚至会出现那种什么钱花的越来越多，但女人呢离你越来越远。所以你们可以看看 case 里面的这个女生她是怎么说的，我都提前跟人约好了，而且明天呢还有事儿今晚要早睡，不太方便。这个解释看似很合理，但是本质上呢是对兄弟的祛魅，他对兄弟的这个吸引力产生了质疑，然后他在防御并且远离，而且之后的发展呢也跟我的预料是一模一样的。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女生对兄弟开始有些冷淡了，基本上呢都是这个兄弟在主动找这个话题，对吧？而且聊不到几个回合，两个人就会结束。那我们可以回看一下这个 case， 兄弟从接受道歉的高位再到备受冷淡的低位，竟然只是因为下意识的一句话，你说这多可惜但凡他早3天找到我，这次都基本上90%的几率没有问题的，甚至是可以一举确定关系的。那这个兄弟当时跟我做沟通的时候呢，也就跟我说就说 Era， 其实我去年就已经关注你了，也看了你不少的这个实战的 case， 我就发现这个假包的这个事情呢，我就意识到其实是个机会。我也总觉得我看了你这么久视频，自己多少是学了点本事的，就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先去尝试一下，结果还是搞砸了。实战跟看视频好像确实不一样，难度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呀，实战太考验临场发挥的能力了。所以我希望你能帮我做个补救，之后呢，我也想学习一下你的一些系统性的这种定制的训练，让我真正有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那这里呢，我又跟兄弟去了解了一些他们之间更细节的情况，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兄弟的情绪其实不单单是舍不得这个女生，还有一部分情绪是不爽的。对他而言，6位数的包不算什么，包括我这有很多学员，他们都是一样的质感，
你不会因为钱去跟这个女生计较的。真正让你们不爽的那种点在于什么？是那种煮熟的鸭子飞了的感觉，对不对啊？原本可以轻易搞定的女人，居然不按你的预期去出牌，她抗拒你了。这种失控感会让很多兄弟的这种掌控力，就对自己的掌控力会产生怀疑，对自己的个人的能力也会产生怀疑。在这种不爽的情绪加持下呢，兄弟会去干嘛？要不去示好，好送礼啊，甚至是干嘛，对吧？就是去讨好了呀。再或者还有一种兄弟呢，就是会开始去强势，会变冷淡，就是你冷，我比你更冷。当然，你们这么做呢，女生反而变冷淡。为什么？因为不管你是去示好还是去强势，本质上它都是一种低位的破防性行为。这个时候女人她就会很纠结，如果说我真的跟这个男人在一起了，建立起来这个长期关系了，他还能带给我幸福吗？他这么容易，就是他这么着急就破防了吗？好像感觉这个男生有点悬啊。这是女人的这个基因里面带的东西就是她的安全感不足导致的，知道吧？这是一种必然机制，并非是这个女人故意刁难你，是人性里面带的。好，那我们再说回这个 case 啊。这兄弟，首先呢，整个事件的核心节点是那天中午这个女生说过夜不方便的时候啊。那怎么样的思路才是正确的呢？那焦哥这边呢，可以给你们提供2个就是反馈还不错的这个学员啊，就是他们的一个思路。来，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其实可以非常体面的拒绝当天中午的邀约去跟他说什么，我们中午有个活动要参加比如说我下午约了合伙人打球，我约了我的妆造师要去参加一个发布会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的。这里面其实有3个底层逻辑，你们要学一下。首先是体现你自己的一个高价值，你身为一个事业有成的男人，时间是按照分钟来收费的，不是让他来白嫖的。这种稀缺属性会瞬间给你赋值的其次，你描述的场景是高能量的，对吧？这个女人她会下意识的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男人他还有未知的惊喜，他身上还有一些，对吧，我看不到的地方。最后呢，你委婉的拒绝了这个女人，那么她是能够感受到你的情绪的，而且你没有明确的说出来，那这种委婉的方式呢，就展现了你的高情商。那你们看，一个简简单单的拒绝，同时也有了高价值、高能量、高情商。如果说这个女生价值比较 OK 呢，那或者说她的认知比较高的话，她是完全能够感受到你的体面的。你不仅让自己很体面，也让她也很体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虽然拒绝了他，但实际上形成了非常好的一个反推效果反推效果我之前其实也在我的其他视频里面有讲过，感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我的主页翻一翻，好吧？然后我们继续讲一下我们的第2个思路，就是答应女生的邀约中午呢你就直接去跟她吃顿饭，是不是？然后你要怎么去表达？一定要带点调侃的去跟她讲说，看你这么有诚意呢，那我就勉为其难接受了吧那这事就翻篇了注意你要就是开玩笑的那种口吻，不要搞成那种高高在上的那种说教。在这之后呢，你也不要去着急去 push 当天的那些什么进度，你先可以试探一下他晚上真实的安排是什么当然这一点呢，我们一般是根据学员的情况去做定制，有需要的兄弟呢可以点对点如果说你发现他晚上真的就是确实约了人，那这个时候你就去调侃他，撩拨一下他嘛，对吧？做一些你的这个雄性魅力这个张力的这个动作呀重点来了，你一定要主动的比这个女生更先想要去离场。也就是说你要告诉她，我下午还有点事儿我要先走了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化学效应？就这个女生她一定心里面会痒痒，她会一直琢磨，你真的不想见我吗？之后晚上你也不怎么约我了那她自然而然就会可能会主动的想要去跟你再搭一次链接。这就是人性的妙处，这就是你懂人性的，对吧？在两性关系当中回报率最高的部分呢，也就是焦哥做的这个账号一直在带给兄弟们高价值。同样的，我们可以再从人性的角度去分析一下这个 case 里面的兄弟的情况，他已经做出了一些低位的动作了，对吧？并且已经被女生冷落了。那这个时候最需要调整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频繁的去更新自己的状态。比如说朋友圈展示面的打造比如说个人生活经历的这种重新分配比如说自己的事业的这种规划，或者是一些新项目等等。很多时候兄弟们都会有一个思维误区，就是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聊天，包括很多同行也会很喜欢教你一些话术，但是很多情况下话术只能解决你当下遇到的这个问题，或者是一个类似的跟他那个话术里面的相同场景的问题，
他是没有办法搞定你目标群体的这种类型的女人的就是很难。反正就算你真的好像通过一些话术搞定了当下，你觉得你能够保证得了这辈子他会爱你吗？或者说，对吧？他能跟你跟多久啊？如果你学话术，可能1年、2年、3年，你遇到了新的一个心爱的女人了，你又遇到新的问题了，你照样会痛苦的，你照样会一团乱麻的。这就是为什么焦哥每天都在带着你们学习人性我带这个兄弟的时候没有进行任何的聊天，而是根据他的情况做了一个定制化的朋友圈打造，频繁的去做了一些微小的动作的输出，包括他自己内核的各方面认知上的提升。而我们这些输出跟展示都是女生曾经没有了解到的一些就是兄弟更优秀的地方。那比如说这个兄弟他加班做方案做到很晚，那我就会教他如何去使用第三视角，然后去拍自己加班的这种帅气的照片包括还有就精修这些事情是比较简单的了对我们来说包括还有就是他在跟别人应酬的时候聊到某一个话题有一个深度的话题，然后去把这个东西图文全给它配上去，包括什么年底再创新高等等，目的就是帮兄弟重新塑造一个更优质的能量场。因为作为一个高价值的男性，你们的能量就是身边女人最垂涎的补给品，尤其是对于那些本身就很优秀的女人来说，你越是表现的情关意魄，事业蒸蒸日上，她就越是能记下来，去重新审视你的价值和你的优点。那当然朋友圈只是非常小的一个方向了，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方向是全方位的提升的在这里呢就不太方便讲，毕竟是量身定制的当时呢我们给兄弟做了大概有小小的将近1个月的这个建设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女生她反而会主动的来开始跟兄弟搭讪就是搭起一个链接有一天这个女生就问兄弟说我感觉你最近心情不错朋友圈对吧像这种话题我们应该怎么接？有部分比较就是孩子气的兄弟呢就会去想30年河东30年河西，当初你不理我，我现在不理你，但是我一定会杜绝这种情况发生。小孩子行为在我这里不可以有，好吧？情绪化的唯一作用就是伤女人的情，伤自己的心。所以我当时带着兄弟先接住了这个女生的话，这个接住可不是像舔狗一样说哎呀你终于来找我了而是回什么还可以，有些事儿想通了吧，心情自然就变好了女生这里当时怎么回了我们看一下所以这些就是你的想法吗？一句想通了就完啦？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要跟我断掉了？我们怎么回的？断不断掉我都可以接受我这一路是靠自己杀出来的，我又不缺钱也不缺人脉，更不可能缺一个女人，对吧？我也不需要女人帮我去解决生活难题。同样我可以给你爱，因为我有，我也可以给你钱，因为我有。所以我要的感情要么旗鼓相当，要么双向奔赴，没有别的选择这里有点硬气，大家觉得是不是当然前后其实我们也是有些铺垫的，只是篇幅太长了，而且涉及到个人隐私其实我就给你们讲这段话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段话的底层逻辑很不一样，它就是干嘛？把底牌亮出来。因为人性它就是这样的，索取暴露匮乏给予呢展示富裕。你越说我需要你，对方就越想跑；你越说我不缺你，对方反而越想凑上来。这也是所谓的二次吸引。其实二次吸引根本就不复杂，很多男人的二次吸引会花什么大几十万如果说你找一个懂行的人，二次吸引真的就是可能就是那么一种氛围感，一种感觉的事儿而已。这位兄弟的后续呢反而蛮简单的，这个女生后来确确实实就是去跟他蛮真诚的给他道了歉说自己之前也有点太想当然了没有考虑到这个兄弟的感受，没有考虑到这个兄弟的这个身份和处境等等他俩突破关系其实挺顺其自然的。那现在呢已经是同居的状态了，而且这个女生现在说实话确实是优质关系，每天给这个兄弟提供了大量的情绪价值今天这个 case 就分享到这里好吧这个其实算是难度比较低的一种，像是还有很多更复杂，比如平衡多段关系把物质关系扭转为长期关系等等，这些都是需要体系化的。别人花7位数踩的坑，你可能1%的代价就能提前规避了，不是吗？我是焦哥，带着大家学习人性，用人性，并且用实力去主导关系。下课。